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还想问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速写本呢，你邮寄给我了吗？还没有。可是你那天明明答应给我的。我是有答应你，但是我答应你，到底要哪一天给你呢？你在跟我玩文字游戏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凭什么？哎，别，问你问。你在评价仙鹤图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把一部分的抽纱工艺换成了欧根纱面料？因为用欧根纱的话，可以提升整件衣服的仙气；抽纱减少的话，整体感觉会更好。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？你偷听我讲话。我呢，虽然是一个很低调的商人，但是不至于让你把“偷”这个词跟我联想到一起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有诚信的人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。但是为什么没有给你快递呢？那是因为你给我的电话号码里边少了一人。啊？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对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喂。啊。我这个猪脑子，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？哎，轩哥，有人在凯曼见到露珠了，他还借了方小雨，说要去参加模特实习生的比赛。去凯曼。好。叔叔啊。你说你回上海了，你也不回家，这要是让姑姑知道了，我说都说不清楚。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？怎么，你怕我姑妈误会啊？放心吧，她知道我的，我对男孩的标准没有这么低。呵。哎，唐总，表哥，跟我回家。我还要跟小雨哥吃饭呢。想带你妹妹回家呀？我妹妹失踪3年，下落不明，我还想带她回家呢。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来？我不想跟你废话了，出来。跟你哥回去吧，回头我再约你。那你给我打电话。姑妈，哎，猪猪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真的回来了？你哥打电话说你回来，我还不信呢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妈，你们先聊。来，坐。被你表哥骂了吧？哎呀，他要是真骂我，倒还没什么事儿。你知道吗？他从接到我到回家这一路上，连句话都没说，太可怕了。你胆子也越来越大了，不打招呼就跑回来，而且还不回家。我就是怕他骂我，才不敢回家的。一会儿我给你姑父打个电话，让他早点回来。哎，想吃什么？大闸蟹。我妈。哎，你慢点吃啊，都是你的，谁都别抢啊。猪猪啊，现在也不是假期，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？说话呀，你姑父问你话呢。到底怎么了？人大小姐擅自休学了。休学了？你怎么会休学呢？我想去凯曼当模特练习生，我已经通过了。你真的要去凯曼？那要把书你好好念完呢。
我不喜欢这个专业，工商管理我真的一点儿不喜欢，我就想当模特。当模特有什么好的？你要好好读书，完成学业，将来到公司帮你姑父表哥打理公司，这才有前途。的确是，当初我跟你表哥替你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也这么想过，就是等你学成之后，请公司来帮帮忙。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专业，我也不想管理公司，我就想当模特。这真是胡闹啊你！要是工商管理会说话的话，他也不喜欢你。我怎么就胡闹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当模特呀？我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呀？你不要自己跟方笑鱼过不去，就连累到我的未来好吗？我已经是个大人了，我有权利为自己的人生做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一见面就吵架。猪猪啊，其实你想当模特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。你表哥在这认识很多人，他其实可以跟那些老师打个招呼。你放假的时候顺便过来玩一玩，用不着休学的。玩？我真不是过来玩的，我就想当模特，我想当职业模特，当世界超模。而且你当世界超模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如果童装世界超模的话，我第一个推荐你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梦想吗？是，你就只顾着自己的好，从小到大你就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但是你们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吗？我喜欢什么吗？你们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。我走，行了吧？猪猪，我自己做主，不要你们管。露珠，露珠，猪猪，这孩子，哎呀，过去看看吧，这孩子。这在干嘛？妈。爸，想什么呢？猪猪现在怎么样？嗨，他就一个小孩闹脾气，明天就没什么事儿了。啊，这个凯曼也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模特经纪公司。如果露珠她真的是喜欢，我看不是不可以让她去做练习生。只是这个方小鱼，嗨，方小雨不管他再怎么恨我，我觉得他也不至于格局这么小。你说这个露珠啊，依他的性格，咱们要是不让他去的话，那他不得离家出走啊？是。好了，咱们先不说这个啊。有件事情我是想说一下。收购 SLC， 我是想把它并入宋唐，让宋唐看起来不至于太单薄。爸，我说句话，可能您不爱听啊。你说，现在咱们整个的公司里边，宋唐，它确实是一个销售业绩最差的子品牌。什么意思？你也支持裁撤宋唐？我20多岁的时候，在纺织厂当工人，后来到了外贸，做成衣加工，到现在我们有了明远集团。可以说我这一生都是在服装行业里面摸爬滚打。我最想做大的企业其实就是宋唐，它的技艺，它的东方元素，它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这个行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。啊，只是可惜啊，我没做好。爸，我知道您对宋唐倾注了太多心血和付出了，但这是时代的问题啊，不能怪你啊。不要推卸责任，我们就是引领消费品味的人。宋唐，它是东方元素，代表了什么？是民族元素，它就是国际的和永恒的，所以这个品牌值得我们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。假设明远有一天没有了宋唐，那明远精神世界在哪里？明远剩下的能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它就是一个空壳。
大概就是这样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客人是一会儿就过来试衣服吗？莫非，你先回去吧，客户这边我来沟通，有问题我再通知你。因为我必须要看到客户穿在身上，我才好改得更合适一点。潘老师，我的晚礼。所以客户是白小曼。潘老师，你怎么能找这种水平的人来做我的衣服呢？你要参加慈善晚宴，莫非想出一道好作品？我说你们俩为什么就不能借这次机会，放下对彼此的成见不好吗？所以这件衣服是要参加慈善夜的时候穿。没错，我男朋友要带我参加今年的时尚慈善宴呢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早知道是你的活儿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接。你还拿劲儿了，我还不想穿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少说几句吧。在学校还没吵够，你们没吵够我都听够了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哪里还需要修改吗？都少说几句。来看看你设计的好衣服。喂，我说你这领子这么高，你是准备把它缝成口罩还是头套啊？你是要做修女装吗？我说性感不是一定要露肉的，而且模特只是展示衣服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如果你连这点做不到，当什么模特？可问题是，我也没看出来你这件衣服的审美设计在哪儿。你爱穿不穿，不穿拉倒。潘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！你不是设计师吗？你不得帮我换换衣服什么的？试试你的好作品。在学校的时候就眼睛长头顶上，现在还不是要来伺候我换衣服？要帮忙吗？你要是态度对我好点儿，哎，说不定我给你介绍几个客人什么的。我就算是饿死，也不会接受你的施舍。让一下。画的还挺像啊。点个餐吧，有点饿。姐，回来了。我通过了。通过什么呀？凯曼啊，模特啊。哦，恭喜你啊！哎，我在点外卖，你要不要吃什么？我点炸鸡。我刚考上模特，你就让我吃炸鸡，你这不砸我饭碗吗？不吃。吃拉倒。哎，要不给你点一个牛肉沙拉？这个还可以。哎，姐，你别看了，快看看我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啊？现在站在你前面的莫凡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运动员了，而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男模之星哦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好好看我一眼？我考上你都不高兴吗？不高兴，是妈啦。
你不会要出卖我吧？你这个叛徒！我说你别没大没小的，你对我好一点，小心我哪一天一不小心这嘴就吐露出去。你敢？我今天就跟你决斗！哼，来试试。哼，臭小子，你还给你哎，这个你手机响了。你再再动。喂。我到了。哦，我马上下来。好，拜拜。这太快了吧！快去，今天轮到你。等着我回来收拾你啊，小样儿！你怎么来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那么凶呢？对不起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个画像画的是谁啊？布兰德·皮特。哎呦妈呀！你看，你看这短发，这鼻子。对不起，麻烦您让一下。让不让？你看。没有满意的？潘老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今年学生的整体水平可能真的不够格进我们凯曼做实习生了。没关系，每年的学生素质有高有低，今年没有就看明年吧。只是今天让你白跑一趟了。都是老朋友了，干嘛还这么客气呢？那我先走了。潘老师，这个是你学生画的吗？是我学生画的，但不是毕业作品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作品要比其他那些学生的要好很多。哦，难得我这有作品能够入得你的眼。不过这个学生确实不错，算是我教过最好的了。诸位，我不同意裁撤宋唐。老唐，这些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啊，老夏，宋唐是我们打江山的品牌，是一个起点和基础。如果说没有当年的宋唐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明远时尚集团。我恰恰认为，你要再这么抱着宋唐，最后没有的是我们明远。老唐啊，我知道中国风国际化很重要，但是活力对我们股东来说更重要。如果说我有办法让宋唐摆脱当下的困境，收获更大的利益，那你们会怎么办？美娟，
接着说。这些天啊，我对宋唐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分析。如果说我们打破传统的中国服饰的一个固有的思想，我们从服装的面料到技艺传统，整体的去着手改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宋唐形象，把宋唐的定位提升到轻奢的定位档次，同时达成口碑和利益的双赢。你打算怎么实现你这个梦？总共有3个步骤。第一呢，我们是要跟每日时尚进行一次深度合作。我将以宋唐作为明远时尚和每日时尚合作的第1款系列。第二，我坚持继续收购 SLC。还有第3点，咱明远时尚将会推出一档综艺选秀节目，叫做《时尚中国风》。那通过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可以从电视还有整个的网络平台去进行宣传营销，同时我们将选出这些年轻的选手，有才华、有热情的进入宋唐，对我们的宋唐进行改头换面。明轩，有把握吗？爸，你是有什么担心吗？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要是放在10年之前，我一定会支持你，而且我会和你一起搏一把。你现在清楚一点，你做的所有决定，关系到你在明远的未来和命运。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聊的非常有道理。您、我、宋唐还有明远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命运。如果说今天明远没有了宋唐，那还是明远吧。所以我愿意赌一下。你刚才在会议上提到的 SLC， 收购价格固然是一个分歧点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彼此理念的不同。比如说，他们认为我们的服装加工工艺达不到他们的要求。每日时尚的吴总他也提到了这一点，他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服装让更多年轻人接受和喜欢？我们的工艺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那对于这个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？我知道苏州现在有一个老的绣坊，李氏绣坊，他们的工艺已经传承了几百年。如果想想啊，咱们的宋唐加上李氏绣坊的工艺，是不是还挺有趣？你说的是老手工艺的，因为一些历史的成因，他们现在大多是以家族式在经营的，所以他们对品牌、市场还有布局没什么概念。我只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好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人情。生意就是生意，谈什么人情啊？你看，就是年轻气盛。我以前跟你也一样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现在这种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的这样的一种个性。你得知道，你在老艺人面前这样是会碰钉子的。较之于生意来说，可能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情谊。记住，情谊。好了，别教训我了啊，老爹。来，喝一口。习惯吧。还是喝不出来有什么好。以后就好了，多喝。哎呀，莫非我说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什么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个领子要凸显我锁骨的性感，锁骨。你看你这个领子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的，什么嘛？我说你懂不懂设计啊？这领子再低，露的就不是锁骨，露的是你的胸骨了。为了修饰你前面曲线，我已经绞尽脑汁了。再怎么说你也是专业的，懂不懂藏拙呀？藏什么拙？哎，你这个人什么态度呀？
你什么态度？自己不会种菜，就跑到别的菜园子里面来指手画脚？因为我是你的顾客，所以就把自己当上帝啊？打扰一下二位。方总监，不好意思，这件衣服是你做的吗？我是凯曼的设计总监，方小鱼。你就是方笑鱼啊！16岁就拿了法国青年设计奖的天才设计师。这件衣服做的不错，前2天还跟潘老师一起夸这件衣服呢。这衣服还是要穿在人身上的。这有些设计师吧，就太有自己的想法了，根本就不考虑我们顾客的需求。是啊，顾客的需求是挺重要的。毕竟人家花了钱嘛，觉得就有权利不尊重设计师的审美和眼光。你的原图我见过，你想要的不是这个效果，但是也没有影响你的发挥，不是吗？谢方总监。有时间喝个咖啡吗？可是我这边还没弄完呢。还要弄什么吗？白小姐该不会让她帮你换衣服吧？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那我们去隔壁。好啊，走。你跟白小曼关系不好呀？没有好与不好，就只是认识而已。方老师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就是刚刚领子的设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刚才不是挺自信的吗？其实很多人都对那个领子的设计有不一样的想法。认同来自于理解，这跟心领神会有关系。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，也会用相同的办法。看吧，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啊！每次都因为这个领子要跟别人解释很久。其实干我们这行挺孤独的，如果能遇到一个人跟自己的理念相同，就会觉得是神的恩赐。就像咱们俩能在这里喝咖啡，是不是奇迹？今天聊得挺愉快的。对了，莫小姐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跟我联系。谢谢方总监。那我走了。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拜拜。莫非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又抢了我看上的男人。我又抢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少在这装白莲花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害我被开除，在我喜欢的学长面前，你出尽了风头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害我在方小鱼面前很难堪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很好欺负？你以为我不敢怎么样你是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坏我好事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跟你说话呢。李师傅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派过去的专员都被打发回来了。哎，你说，会不会是对家那边有什么小动作啊？咱们先不用想那么多，先把自己做好。明轩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既然那边绣坊始终没有意愿跟我们合作，我们明远何必要放低身段去求人呢？你不是给我看了那么多吗？但是在苏绣方面啊，李师傅的品类是最多的，也是最全的。要不你先好好忙你的时尚中国风的事儿，我亲自跑一趟。你亲自去啊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
哇，姐，这都你收的啊？不是我说你怎么又带东西回来？你说我往哪儿放呀？姐，我今天可是捡到钱了，特地给你买这些好吃的。真的吗？在哪儿捡到的？在你床上。哎，这不是你要拿去法国申请学校那件衣服吗？现在不是了。为什么？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什么情况？啊，你看袖子这里都不对。袖子很好看啊。敷衍。你非要让我一个外行看这个，我哪懂啊？你干嘛去？对了，明天我要出门，把家我也吃好了，记得喂鱼哦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该不会是系统提示吧？你是活的呀？你问直播吗？我明天要去苏州，估计不上线了。哦，我要去绣坊学习苏绣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该不会是包括我的变态吧？不是，怎么就下线了呢？英国，哎，问路。啊？你去问一下他，绣坊怎么走？哎，她不是那个顽强不屈的女同志吗？哎，莫小姐，莫小姐，莫小姐，是你啊！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那个，您知道苏绣坊怎么走吗？怎么了吗？就是我们老板嘛，去苏绣坊谈生意，然后我这导航吧，他找不到路了。啊？那我帮你找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我们老板这人吧，就特别难相处，你知道吧？哦。咱们两个都是被老板压榨的人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趟苏绣坊？搭了别人的车，都不说声谢谢我。需要别人带路，也不会说谢谢啊。
喂，你好。唐总在干嘛？怎么不接电话？下午的活动是不是忘记了？夏总监，那个我们唐总他今天有点事儿，然后就是行程突然改了。我跟您秘书说了呀，他没告诉您吗？他有什么事儿啊？行程取消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好意思啊，夏总监。那你让他接个电话吧。我们唐总他现在不是很方便接电话。好吧，那你跟他说，空了给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好嘞。唐总，感谢您为了绣坊的事情远道而来，但是非常抱歉。其实电话里面我跟夏总监已经说过了，李氏绣坊从来都没有被收购的打算。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吗？不，您开出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据我所知啊，同时还有几家公司想收购绣坊。但是我相信您能看得出来，我们明远是最具有实力的，走高端路线，对绣坊的未来也是有好处的。您说的没错，唐总，请喝茶。李师傅，其实我对绣坊的经济状况还挺了解的。绣坊现在确实有些问题，但是比起把绣坊推向商业化运作，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伤筋动骨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可是据我所知，绣坊应该在半年之内没有任何的收入了，而且在半年之内已经走了5位绣娘。李师傅，您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断送了绣坊的未来。您怎么就能肯定跟明远合作就一定有前途呢？我当然很确定，只要绣坊同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可以在短期内向绣坊注入大量的资金，而且为了配合我们的全球战略计划，我们可以对绣坊进行宣传推广，可以提升绣坊在海内外的知名度。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品牌效应，可以让更多人加入进来。甚至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伙开办一个学校。唐总，我真的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您就先请回吧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不管合作是否谈成，都要谢谢你。若说你是人间的4月天，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，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边。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，
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，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的那片鹅黄，你是夜夜的月圆，你是天真，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，你是一束又一束的花开，誓言在两肩呢喃。你是爱，是希望，是暖，你是人间四月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